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 Lily。把燕麦片倒入滚烫的开水里，瞬间变美食。第一次见这种做法，做法比包子简单，比馒头松软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起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往里边倒入100毫升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烧开以后，再往里边倒入50克左右的燕麦片。全部倒进来以后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粒燕麦片都能被开水浸泡到，大概需要搅拌1分钟左右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大碗中。用筷子给它整理一下，然后盖上盖子焖5分钟。5分钟后我们来看看。取一粒燕麦片，用手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泡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燕麦片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再往里边加入4克酵母，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分次少量的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这一步呢，面粉一定要少稍的放，千万不要一次性放进来。如果一次性放进来的话，会有面疙瘩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，就不够松软了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粘稠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10到20克左右的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。再加入10克葡萄干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水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和葡萄干褶皱里面的灰尘和杂质清洗得更加干净。大概需要抓拌2分钟左右，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再把红枣和葡萄干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食用碱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，全部剪好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，剁得越碎越好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像这样就可以用筷子搅拌搅拌排气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，才会更加的松软。气孔排干净后，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放进来，就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你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
做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4个大小相同的小碗，在底部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每个小碗底部和周围都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全部刷好油以后，在小碗底部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每个小碗呢都撒上一层白芝麻，全部撒好芝麻以后，用勺子把面糊舀入小碗中。每个小碗呢不要装太满，装6分满就可以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用勺子把表面铺平，铺均匀，给它整理平整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全部整理好以后，再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像这样就说明2次发酵好了。然后在表面再撒一些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再放上一些蔓越莓干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加的好看。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防止水蒸气进入。然后冷水上锅蒸，全部放进来以后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，时间到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麦片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把保鲜膜揭开，用刮刀刮一下周围，这样更容易脱模。再给它倒扣脱模，看一下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。把它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燕麦片发糕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发糕随便你怎么揉都不塌陷不回缩，真的是非常的蓬松暄软。我们取一块看一下，非常的蓬松暄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。加了燕麦片、红枣和葡萄干，营养非常的丰富，还有酸酸甜甜的口感，吃起来松软香甜，比面包还要好吃。做法比包子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